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er。那你是不是呢也有这样子的经历啊？在路上走着走着，什么时候这里多了一个 condo 的，然后或者是转个弯又发现，喂，这里以前是公园来的哦，怎么现在变成 parking 了的？我相信呢，很多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经验啊。其实呢，城市跟我们的关系啊，应该要是很亲密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嘛，我们的房子在这个城市里面啊，我们在这个街道上面啊穿梭啦。可是呢，我们却常常呢，觉得自己跟城市的关系好像比较单方面，总是对突然之间发生的各种发展呢后知后觉。所以呢，我们今天做的这一支影片呢，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要把你跟城市之间的关系拉回起来。如果我告诉你啊，就是城市的发展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反而是你和我都可以参与的事，你相信吗？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说，怎么可能？他们想要做这个就做那个啦，他们每次起这个有问过我们没？有问过我们没？我相信大家有听过这样子的话，甚至自己说过。来，各位朋友，今天呢，尤其是吉隆坡的朋友啊，只要你是吉隆坡人，或者是你在这里生活，或者是你在这个吉隆坡里面呢有产业的话，那么今天这支影片你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要邀请你一起来参与这个吉隆坡规划的发展。这是因为啊，吉隆坡市政局也就是 DBKL 呢，刚刚发布了 PSKL 2040，一个规划了吉隆坡未来20年的发展蓝图。根据规定呢，基于 PSKL 而起草的 PTKL 呢，也完成了啊，是不是那什么 KL 什么 KL 啊？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的解释。反正呢，就是 PSKL 跟 PTKL 呢，进入了这个征集民意和咨询的环节，代表各位观众，我们一起参与建设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机会来了！只要你愿意付出一点点的时间还有精力呢，你就可以一起参与规划吉隆坡未来20年的发展计划哦。Maybe 以后可能就是你有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的话，名留千史。以前你的孙子可以讲，以前我的阿公建议起的，你看起了这样。So 不要说我们没救哈刚刚是不是有人在问什么是 PSKL， 什么是 PTKL 嘞？你可以把这个 PSKL 想象成蓝图，那主要呢是负责宏观的一个大纲啊，而 PTKL 呢则是实施的细节还有条例啦。那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吉隆坡的城市规划啦。什么是 PSKL 2040？PSKL 2040又称2040年吉隆坡结构蓝图，是由 DBKL 发布规划吉隆坡未来20年的发展方案。来，我们来看看这一张图啊，那一共呢有6大目标，也就是这6个颜色。红色呢指的就是 KL 的经济发展，黄色呢就是要提升 KL 居住环境。绿色的部分呢是说要增加 KL 人能够享受的 open space， 蓝色的部分呢则是关于吉隆坡的能源使用。orange 颜色呢就是要提升 KL 人的公共交通的使用率。最后紫色的这一 part 啊是社区发展还有重新开发的部分。PSKL 2040呢，除了圈定用作发展的新地区，也会一并的规划需要重新开发的地区哦。比如说像是老城区啦，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啊，老工业区啦等等，期望呢可以为这一些社区呢重新注入生命力听起来还不错嘛，对不对？除此之外呢 ，DBKL 呢也会着手去 upgrade KL 市区里面的各个旅游景点，例如提升 River of Life 生命之河的各个走道，以更方便呢这个游客浏览附近市区内多达150个的文化遗产景点。插播，关于这个耗资44亿纳税钱重建的 River of Life 生命之河，我们有单独做了一支影片哦，还没有看的朋友可以去点来看。回来。除此之外呢 ，PSKL 2040呢也拟定了多个提升 DBKL 应对能力的方案，例如设立城市观测站，强化控制中心的能力，配合新制定的沟通计划，以建立更良好的双向交流。还有 ，DBKL 呢也会加强并改善现有的紧急应对 SOP， 以全面提升了吉隆坡抵抗突发事件的能力，比如说是闪电水灾啦，或者是泥石流这样子的事件等等。PSKL 2040的发展目标有6大目标，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热门的旅游景点，当然啦，因为它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嘛，所以呢，马来西亚呢全国各地的人，甚至是外国的游客来到马来西亚，一定要在吉隆坡逗留去旅游的。因此呢 ，PSKL 2040将特别规划出
吉隆坡文创区，在持续发展旅游景点的同时呢，也一起计划保护文化遗产建筑。所有的吉隆坡文创区呢，就会涵盖 KL 多个热门的旅游景点。所以呢 ，PSKL 2040呢也承诺将投入资源以提升并振兴 KL 市区的遗产建筑，其中就包括了 Pasar Seni 啦、Medan Pasar 啦、Dataran Merdeka 啦、Panggung Bandaraya、Stadium Negara 以及 Stadium Merdeka。除此之外 ，PSKL 2040呢也会陆陆续续提升 KL 市中心的一些著名人文宗教区域，比如说是先是师爷庙啦、磁场街啦、Masjid India 啦，还有这个 Jalan Bunus 地区。而大钟楼、吉隆坡火车站、Masjid Jamid 则会重新利用作为公共活动空间。6大目标之2就是这个。DBKL 呢就认同吉隆坡市区内的公园还有开放空间是严重不足的他们承认的所以呢，他们也期望呢通过 PSKL 2040呢为 KL 居民呢在未来带来更多的 open space。根据国家城市政策呢，城市规划应该呢安排每个人20平方米的开放空间，而吉隆坡目前只能够提供，来猜猜看多少 ？A 100平方米 ，B 50平方米 ，C 10平方米。答案是10平方米的开放空间罢了，你能想象吗？这个排名居然比出名拥挤的新加坡还有香港还要低哦，好惨哦！我明明地这么大，哎。好，不用紧，不用紧，起码 DBKL 现在发现了嘛，他们想要改善这个情况的，所以呢 ，PSKL 2040呢，因此就会着手打造更多的公园还有开放空间，并通过更合理的规划交通设施和建立更多的行人道呢，来连接各个公园，好让 KL 的居民呢能够方便的享受到这一些开发空间。为此呢 ，DBKL 看中了以下的这些公园。那他们呢将会通过 PSKL 2040制定一系列的发展计划，以提升刚刚的这些公园的设施，还有附近的地区啦。6大目标之3，这个吉隆坡呢是出了名的汽车城市嘛，市区内的各种发展计划呢都高度依赖开车作为主要交通模式。那除了导致 KL 经常大塞车，更是让 KL 逐渐沦为行人地狱。根据调查，高达80%的 KL 居民呢是选择驾车作为主要的通勤方法。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马来西亚对汽车上瘾是有它的历史的原因的。其实我们之前呢也为这个主题做了一个专题影片，还没有看的朋友，等一下可以点开来看。吉隆坡目前的公共交通使用率大约是20%，排在一众的这个东盟城市的后面。因此呢 ，PSKL 2040呢就规划要降低吉隆坡对开车的依赖，致力打造一个高公交使用率，而且呢对行人更加友善的城市，并且期望呢可以在2040年能够把吉隆坡居民公共交通使用率提升到70%。但是呢，话说回来，我们翻遍了各种的资料呢，也没有找到 DBKL 对这个目标的 planning 啦，比如说提供一些解决第一里路和最后一里路的方案之类的，好像真的就想要通过 MRT3计划，就希望可以达到这个目标那样。那如果呢，大家对这方面可能有更多的了解或有更多资讯的朋友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哦。6大目标之4就是这个啦。根据 DBKL 的统计吉隆坡高达80%的土地呢已经被开发了，因此呢 ，KL 的未来发展需要更专注在土地的永续管理和发展，以减低土地和空间的浪费。方法之一呢就是填充式开发啦。什么是填充式开发？Infill Development。填充式开发指的就是找到市区内的闲置空间，把可负担房屋、公共住宅等设施添加到这些空间之内，而 DBKL 选定的地区就有这一些。过往的那个 DBKL 对于吉隆坡老社区的改建计划还有重建计划呢，经常都会有一种用力过猛的情况而弄巧反拙。比如 DBKL 为了 TRX 发展计划呢而决定搬迁巴萨硬币，过程当中呢不但是破坏了当地居民的共同回忆，更因为新设施不完善而延伸出更多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对硬币巴萨非常有回忆，然后呢也曾经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一起共同回忆一下。或者是你们也觉得说，事情可以怎么样子更好的发展，都可以提供出你们的解决方案哦。PSKL 2040呢，其实一共制定了6个发展目标，但是呢，碍于篇幅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谈4个。所以呢，如果说是有兴趣知道 PSKL 2040全部细节的观众朋友，欢迎到 DBKL 的官网去下载，并且来查阅电子版的 PSKL 2040哦。这里。
城市发展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那以上呢就是 PSKL 2040认定吉隆坡未来20年的发展重点。所以呢，如果你居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或者是置业的地方啊，是在 PSKL 2040里面注明会被发展、重新规划还是重新利用的，那你就得赶快读一读了，来理解啊这些地区会怎么样子的发展，那会发展多少，会发展成怎样？而这些资料呢都会在 Draft PTKL 2040里面哦。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当然是积极去参与由吉隆坡市政局举办的这个咨询会议啦。那请允许我们呢这个温馨的提醒啊，我们的意见啊 ，kita we 我们的意见是很重要的。城市规划跟这个发展呢是涉及民众的利益的，所以呢 DBKL 并不是歹塞的。就像在2023年的4月份啊，马来西亚联邦法院就在一项具标杆意义的裁决中指出，地方政府不能够无视人民的意愿而强行发展，因而裁定 DBKL 败诉，撤销了 Taman Rimba Kiara 的高层住宅开发令。而 PSKL 2040自起草以来呢，其实就获得各方面的各种回馈和建议，其中呢，因为民众回馈而修改的部分其实不在少数，例如不拓展吉隆坡市中心边界、取消广东义山的发展计划等等。所以呢，就不要再说呢吉隆坡的发展跟我们无关了，或者是哎呀我哋都咩都做唔到噶啦之类的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哈。如果你的住家附近呢有你非常喜欢的公园，又或者是你对市区内的一些建筑情有独钟，而你们都不希望这些空间某墩墩、某拉拉，或者是毫无意义的消失在发展的洪流当中，或者是被粗暴的规划，那么现在就是你应该行动的时候了，而不是等到公园啊被钢筋水泥填满，旧建筑都变成了玻璃大厦的时候才来酸啊、complain 啊等等啊。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参与这一次吉隆坡的城市规划呢？其实针对这个大蓝图计划呢 ，DBKL 在2月份就召开了多场 PTKL 2040的民意征集和咨询环节。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都可以在这一些日期的早上9点半到12点半，在 Menara DBKL E 的这个 Dewan Mega Puri 来参加。那影片出街的时候呢，前面这7场已经是来不及参加的啦。Mengia 还有这几场呢 ，pause 一下，看哪一场呢你是可以参与的。真的强烈建议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可以去参加。那详细的资料呢，我们会放在 description 里面，就是这一个 link 啦，大家可以点进去看哦。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上面的人在做事情，那下面的人在赚钱，大家中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鸿沟。所以呢，其实也许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很多的这一个就是规划推出之前是有这个咨询的环节的，那就关系到就是相关单位并没有把资讯完完整整或者是很完全的下达到民众这一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呢，就赶快做了这支影片赶出来。那希望呢可以把消息带到我们的观众里面，对有兴趣参与这个城市规划或者建设的朋友呢，让你们还来得及去知道吉隆坡未来的20年的发展会是什么，甚至可以一起的参与到里面去。那希望呢这支影片真的有帮助到大家。那如果我们未来还知道更多的消息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频道里面尽量啦。如果你知道有一些什么政策要推出，然后很需要让大家参与的，你们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再看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一些消息做成影片带给大家，邀请大家一起参与社会呢，其实也是荧光笔做这一个频道的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初衷。好，那无论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啊，你曾经呢有对于一些城市规划很不满啊，或者是对于你现在很想要去参加这个 DBKL 的咨询会议啊，你想要去做些什么东西，都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交流，跟我们分享，我们可以在下面再继续聊咯。好，我们荧光笔呢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有新影片上片，这支是随缘片 extra bonus OK， 不想要错过的话呢，记得要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或者是到这一些平台去 follow 我们。好，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我是茵茵，拜拜。